你的善良是你的品格，別人的反應是他的課題。阿德勒。有時候深夜躺在床上翻來覆去睡不着的時候，腦子裡反復盤旋的往往不是那些大事，而是一些特別小的細節。比如你精心給朋友準備了一份生日禮物，花了好幾個小時挑選包裝，滿懷期待地送過去，結果對方只是淡淡地說了句謝謝，然後就把禮物放在一邊繼續刷手機。那一刻你站在那裡手足無措，不知道該說什麼，心裡涌起一股說不清道不明的失落。或者你在群聊裡分享了一件讓你特別開心的事，發了好長一段話，配了好幾張图，結果半天沒人回應。你看着那條孤零零的消息，就像看着一個被冷落的小孩，心裡堵得慌。更常見的是，你真心實意地对一個人好，記得他的喜好，關心他的冷暖，在他需要的時候第一时间出現。可是當你需要幫助的时候，对方卻總是最近有點忙，下次再說。你不是想要什麼回報，你只是希望你的好意至少能被看見、被回應、被珍惜。可現實往往不是这樣，你的熱情換來的是冷漠，你的真心換來的是敷衍。於是你開始懷疑，開始問自己，是我不夠好嗎？是我做錯了什麼嗎？還是說我根本就不值得被好好對待？這種感覺，我想你一定不陌生。它像一根刺扎在心裡，不痛不癢，卻讓你時不時地想起來，難受一下。叔本華曾經說過，人就像寒冬裡的刺蝟，靠得太近會刺傷彼此，離得太遠又會感到寒冷。我們都在人與人之間尋找着一個恰當的距離，既不會被傷害，也不會孤獨。可這個距離似乎永遠都那麼難把握。你有沒有想過，為什麼你的善良總是得不到回應？為什麼你付出了那麼多，卻依然感到空虛和委屈？這個問題我想了很久，直到有一天，我讀到《被討厭的勇氣》這本書，裡面有一個觀點，像一道光，突然照進了我心裡那個糾結了很久的角落。那個觀點是這樣的：你的善良是你的品格，別人的反應是他的課題。這句話第一次讀的時候，你可能會覺得有點繞，有點冷。但如果你靜下心來，慢慢咀嚼，就會發現他其實在說一件非常通透、非常解放人的事。你如何对待別人，這是你的選擇，是你品格和修養的一部分。但別人如何回應你，那是他的人生課題，是他的選擇，不是你能控制的，也不應該是你能控制的。換句話說，你的善良和他的反應從來就不是因果關係，他們是兩條平行線，各自獨立，永不相交。你可能會問，這不是很冷漠嗎？這不是在說我對你好，你愛理不理，反正我不在乎嗎？不是的，這恰恰是在說，你要把自己從一種隱形的枷鎖裡解放出來。你看，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總是在強調善有善報，你對別人好，別人也會對你好。這些話沒有錯，他們在很多時候確實是對的。但問題在於，當我們把這些話當成一種必然的因果關係時，我們就給自己挖了一個坑。我們開始用一種隱形的期待去對待每一個人。我對你好，所以你應該對我好。我幫了你，所以你應該記得我。我關心你，所以你應該回應我。這種應該就像一張無形的契約，我們以為雙方都簽了字，可實際上對方根本不知道這份契約的存在。於是當對方沒有按照我們預期的方式回應時，我們就會感到被背叛、被辜負、被忽視。可是仔細想想，這公平嗎？你的付出是你自願的選擇，沒有人拿刀架在你脖子上逼你對他好。既然是你的選擇，為什麼要把這個選擇的結果綁定在別人的反應上呢？阿德勒心理學裡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概念，叫做課題分離。他說的是，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課題，你不要去干涉別人的課題，別人也不應該干涉你的課題。你如何對待他人，這是你的課題。你可以選擇善良，選擇真誠，選擇付出，這些都是你的修養和品格的體現。
但別人如何解讀你的善意，如何回應你的付出，那是他的課題。他可能感激，可能無動於衷，可能誤解，可能根本沒注意到。這些都是他的選擇，是他的人生，你管不了，也不應該管。如果你對一個人好，只是為了換取同樣的好，那本質上不是善良，而是一種精致的交易。交易一旦失敗，怨恨就會出現。可真正的善良是不需要被證明的，它不靠回饋成立，也不因冷漠失效。你如何待人是你的修養，別人如何待你是他的人生。這從來不是因果關係，而只是同時發生的兩件事。當你第一次真正看清這一點，心裡會有一種奇怪的鬆動感，好像多年來緊繃的那根弦終於可以放下來一點點。因為你不必再問我這樣做值不值得，你只需要問這是我想成为的人嗎？當你試圖去控制別人的反應，試圖讓別人按照你期待的方式回應你時，你就跨越了課題的邊界。你把自己的情緒和幸福交到了別人手裡，你給了別人一把遙控器，讓他們可以隨時操控你的喜怒哀樂。這就是為什麼你會那麼痛苦，因為你把自己的價值感建立在了別人的評價之上。榮格說過，你的內在若無人回應，外在的世界也無法給你答案。真正的力量從來不在外面，而在裡面。我記得有一次和一個朋友聊天，他跟我說他最近特別累，不是身體累，是心累。我問他為什麼，他說他有個同事，平時關係還不錯，前段時間那個同事家裡出了點事，他二話不說就去幫忙，陪着跑醫院，幫忙聯繫醫生，甚至還墊付了一部分醫藥費。他以為經過這件事，他們的關係會更進一步。可是事情過去之後，那個同事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，不僅沒有主動提起還錢的事，連句像樣的感謝都沒有。甚至有一次，他需要那個同事幫個小忙，對方卻推三阻四，說自己忙得很。他說那一刻他突然覺得特別寒心，不是因為錢，而是因為那種被辜負的感覺。他覺得自己像個傻子，掏心掏肺地对別人好，換來的卻是理所當然的冷漠。我聽完問他一個問題，你當時幫他是因為你想幫，還是因為你期待他以後也這樣對你？他愣了一下，說我當時當然是想幫他，看他那麼着急，我怎麼能不管呢？我說那就對了，你幫他是因為你是一個善良的人，是因為你看不得別人難受，這是你的選擇，是你品格的體現。但他是否感激，是否記得，是否會同樣對你，那是他的事。他沉默了很久，然後說，可是我還是覺得不公平。是啊，不公平。這個世界上有太多不公平的事了。你真心對待的人，不一定會真心待你。你付出的善意，不一定會被珍惜。你的期待，不一定會被看見。但你知道嗎？真正折磨你的，從來不是別人的無情，而是你心裡那個不肯放下的期待。你之所以覺得痛苦，不是因為對方冷漠，而是因為你預設了一個劇本。你以為對方會感激涕零，會湧泉相報，會把你放在心上。可當現實和你的劇本不一樣時，那種落差就像一記重錘，狠狠地砸在你心上。你有沒有發現，有些時候你幫了一個陌生人的忙，對方只是簡單地說了句謝謝，你反而心裡特別舒服，沒有任何負擔。為什麼？因為你对陌生人沒有期待，你幫他就是順手而為，你不期待他記得你，不期待他以後也幫你，所以你的付出特別純粹，特別輕鬆。但面對熟人，面對朋友，面對那些你在意的人，你就會不自覺地帶上期待。你會想，我對你這麼好，你至少也應該對我好一點吧。這種想法很正常，很人性，但它也是你所有痛苦的根源。真正讓人反覆受傷的，其實就藏在那些我們不願承認，卻從未放下的期待裡。你仔細想一想，每一次心裡的刺痛，真的只是因為對方做得不夠好嗎？還是因為在事情發生之前，
你早就為他寫好了一套劇本。你以為他會懂，你以為他會回應，你以為你的用心會被認真對待。於是當現實只會給你一個敷衍的表情，甚至一片空白時，那種痛感才會被無限放大。真正刺傷你的從來不是那個結果本身，而是你心裡那句沒說出口的我以為你至少會不一樣。這正是阿德勒所說的另一層真相，人並不是被事件傷害的，而是被自己对事件的解釋所傷害。那條沒被回復的消息本身並不具備任何攻擊性，它只是靜靜地躺在那裡。可一旦你在心裡賦予它意義，它不在乎我，我不重要，我的付出被轻视了，這時痛苦才真正開始。你以為是別人冷漠，其實是你的期待在反覆折磨你。斯多葛哲學家艾比克泰德說過一句極其冷靜的話，困擾我們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們對事情的看法。這句話之所以殘忍，是因為他把痛苦的責任輕輕地放回了我們自己手中。很多人不願承認這一點，因為承認是我的期待讓我痛苦，就意味着你要為自己的情緒負責，而不是繼續把責任推給別人。可你心裡其實很清楚，如果你一開始就沒有期待那個回復，如果你只是單純的祝福，沒有等待回音，那個敷衍的表情，甚至那片沉默，根本傷不到你。問題從來不在於付出，問題在於你在付出之後悄悄生長出的期待。佛家有句話，求不得是苦。你求而不得的不是別人的回應，而是你自己心裡的那份圓滿。你想通過別人的肯定來證明自己的價值，來填補內心的空洞。可是這個空洞從來就不是別人能填滿的。斯多葛哲學家艾比克泰德說過，使我們不快樂的不是事情本身，而是我們对事情的看法。你的不快樂不是因為別人不回應你，而是因為你認為他應該回應我。當你放下這個應該，你就自由了。你可能會問，那我以後還要不要對別人好？如果我的善良得不到回應，那我為什麼還要付出？這是個好問題。但我想反問你，你對別人好到底是為了什麼？如果你对別人好是為了換取他們的回報，是為了讓他們欠你的，是為了在某一天你需要的時候他們能還給你，那你的善良其實是一種投資，一種交易。這種善良是有条件的，是脆弱的，也是痛苦的。因為一旦对方不按你的預期回報你，你就會覺得自己虧了。但如果你對別人好，是因為你就是這樣的人，是因為你內心豐盈，有能力去給予，是因為你看到別人的需要時，自然而然地想去幫助，那這種善良就是無條件的，是自由的，也是快樂的。你不需要回報，因為你的善良本身就是你的回報。你不需要別人的肯定，因為你已經肯定了自己。所以你把对別人的期待降到最低，不是因為悲觀，而是因為清醒。你不再假設別人一定善良，一定理解，一定站在你這邊。你允許世界如其所是，也允許人性複雜多面。這樣，當溫柔真的出現時，你會感激；當冷漠發生時，你不會崩塌。把期待降到最低，把自己抬到最高。這句話聽起来冷，卻是成年人最可靠的生存智慧。你把更多精力用在可控的事情上，好好吃飯，規律作息，照顧身體。這些看似平凡的細節，恰恰是情緒穩定的根基。當你的身體不再長期透支，你的心就不那麼容易被一句話擊穿。你開始尊重自己的節奏，不再拿別人的人生對照自己的進度，不再因為別人都怎樣就否定当下的自己。榮格說過，樹木的成長是向下扎根，而不是向上張望。你終於懂得把根扎穩，比什麼都重要。當你把生活過得可控、清晰、有邊界，你就不再需要通過別人的回應確認自己的存在感，因為你已經站在自己這邊了。慢慢的，你會發現一種很微妙的轉變正在發生。你依然善良，但不再勉強；你依然付出，
但心裡有了界限。你不再急着證明我很好，也不再用犧牲自己去換取一段關係的存續。這種變化，外人未必看得出來，可你自己知道，你不再那麼累了。以前的你，善良裡夾着委屈；現在的你，善良是安靜的，是不需要被看見的。它更像是一種內在的選擇，而不是一張遞出去的籌碼。村上春树在《挪威的森林》裡寫過一段話：你要記得那些黑暗中默默抱緊你的人，逗你笑的人，陪你徹夜聊天的人，坐車來看望你的人，陪你哭過的人，在醫院陪你的人，總是以你為重的人。這段話很溫暖，但我想補充一句，如果這些人都不存在，你也要學會抱緊自己，逗自己笑，陪自己度過漫長的黑夜。因為愛人先愛己，這不是自私，而是一種自我負責。我們從小接受的教育，總是在教我們如何愛別人，如何為別人着想，如何犧牲自己，成全他人。這些都是美德，都是值得提倡的。但很少有人告訴我們，你也要學會愛自己，你也要学会为自己着想，你也值得被好好对待。于是我們長大了，變成了一個個討好型人格。我們習慣了把別人的需求放在第一位，習慣了委屈自己成全別人，習慣了在關係裡小心翼翼，生怕自己做錯了什麼，生怕別人不喜歡自己。可是你有沒有想過，當你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別人身上時，你自己呢？你的需求誰來滿足？你的情緒誰來照顧？你的價值誰來肯定？如果你自己都不愛自己，你憑什麼要求別人愛你？如果你自己都不珍惜自己，你憑什麼要求別人珍惜你？一個內在空虛的人，會不斷地向外索取愛，索取認可，索取價值感。但這種索取永遠填不滿內心的空洞，因為真正的愛只能從內向外流動。你要先愛自己，才有能力去愛別人。你要先肯定自己，才不需要別人的肯定。你要先讓自己的內心豐盈起來，才能在給予的時候不求回報。那麼，如何愛自己呢？這不是一句空話，也不是讓你去買名牌包包、吃大餐、做 SPA。這些可以是愛自己的方式，但不是本質。愛自己，首先是接納自己，接納自己的不完美，接納自己的軟弱，接納自己的平凡。你不需要成為別人眼中完美的樣子，你只需要成為你自己。我見過太多人活得特別累，因為他們總是在扮演別人期待的角色。在父母面前，他們要做聽話的孩子；在朋友面前，他們要做開朗的人；在同事面前，他們要做能幹的人。他們戴着一個又一個面具，演得精疲力盡，卻忘了自己本來的樣子。卡爾·榮格說過，你越是追求外在的完美，你的內在就越是分裂。當你不斷地否定自己，試圖成為別人喜歡的樣子時，你就把自己撕成了碎片。接納自己，就是把這些碎片重新拼起來，告訴自己，我就是我，不完美但真實，不完美但完整。愛自己，其次是尊重自己的感受。你不開心的時候，不要勉強自己笑；你不想做的事，不要勉強自己做；你不舒服的關係，不要勉強自己維持。你的感受很重要，不是因為你自私，而是因為你值得。我有個朋友，以前特別害怕拒絕別人，別人找他幫忙，他從來不說不，哪怕自己再忙再累，也要硬着頭皮答應下來。他說他怕拒絕了別人，別人會不高興，會覺得他不夠朋友。可是後來他發現，那些他幫過的人，並沒有因為他的付出而更珍惜他，反而有些人把他的幫忙當成了理所當然，一次次地提出要求，從不考慮他的感受。他終於意識到，他不是在幫別人，他是在消耗自己。於是他開始學着說不，學着拒絕那些超出他能力範圍的要求，學着尊重自己的感受。剛開始的時候，他很不習慣，覺得自己很自私。但慢慢的，他發現，當他開始尊重自己的感受時，真正在意他的人也會尊重他的選擇。那些只是想利用他的人，自然就遠離了。他說，那一刻他突然明白了，
真正的關係不是建立在無限制的付出之上，而是建立在相互尊重之上。愛自己還有一點很重要，就是把期待降到最低，把自己抬到最高。這句話聽起來有點冷，但它其實是在說，你要把幸福的主動權握在自己手裡。你不能期待別人給你幸福，不能期待別人讓你快樂，不能期待別人填滿你的空虛，因為別人做不到，也沒有義務做到。你要學會自己給自己幸福，自己讓自己快樂，自己填滿自己的空虛。怎麼做呢？很簡單，從生活的細節開始。3餐規律，好好吃飯，不要因為忙就隨便對付，不要因為心情不好就不吃不喝。照顧好你的身體，它是你在這個世界上唯一的家。早睡早起，規律作息，不要熬夜刷手機，不要在深夜裡胡思亂想。給自己一個穩定的節奏，你的情緒就不容易被外界的混亂所撼動。培養一個愛好，做一件你真正喜歡的事，不是為了給別人看，不是為了證明什麼，就是單純的因為你喜歡，因為它讓你快樂。讀書、運動、寫字、畫畫、做飯、養花 whatever， 找一件事，讓你在做的時候能夠完全沉浸其中，忘記時間，忘記煩惱。叔本華說，人生就像鐘擺，在痛苦和無聊之間搖擺。但當你找到了自己真正熱愛的事，你就找到了那個讓鐘擺停下來的支點，在自己的節奏裡慢慢沉澱。這是我想說的最後一點，也是最重要的一點。我們活在一個太快的時代，所有人都在奔跑，都在追趕，都在焦慮地看着別人的腳步，生怕自己落後了。你看身邊的人，好像都過得比你好。同龄人買房了，你還在租房；朋友升職了，你還在原地踏步；同學結婚了，你還單身一人。你開始焦慮，開始懷疑，開始問自己，我是不是太慢了？我是不是不夠努力？我是不是哪裡做錯了？可是你有沒有想過，每個人的節奏本來就不一樣。有的树春天就開花，有的樹要等到夏天，有的花一夜綻放，有的花需要漫長的等待。這不是誰對誰錯，這只是不同的生長方式。我們太在意速度，太在意結果，卻忘了人生不是100米衝刺，而是一場馬拉松。甚至不是馬拉松，而是一場漫長的徒步旅行。你不需要跟任何人比，你只需要跟昨天的自己比。今天的你比昨天的你多讀了一本書，多學了一個技能，多理解了一個道理，多愛了自己一點，這就夠了。當你停止跟別人比較，停止用別人的標準來衡量自己時，你會發現生活突然變得輕鬆了很多。你不再需要證明什麼，不再需要追趕什麼，你只需要按照自己的節奏一步一步地往前走。我想起梭羅在《瓦爾登湖》裡寫的一段話，如果一個人跟不上他的同伴，也許是因為他聽到了另一种鼓聲，讓他按照他聽到的音樂節奏走，無論這節奏有多慢或者有多遠。你聽到的鼓聲和別人不一樣，那就按照你自己的節奏走吧。慢一點沒關係，晚一點沒關係，不一樣也沒關係。重要的是你在走自己的路，你在過自己的人生。而當你真正開始這樣生活時，一件奇妙的事情會發生。你會發現你不再那麼執着於別人的回應了。那個沒有回你消息的朋友，那個對你愛答不理的同事，那個辜負了你期待的人，他們突然都變得不那麼重要了。不是因為你不在乎了，而是因為你找到了更重要的東西，你自己。你不再需要通過別人的肯定來證明自己的價值，因為你已經知道自己的價值。你不再需要通過別人的回应来獲得安全感，因為你已經給了自己足夠的安全感。你的內心变得丰盈了，充實了，穩定了。你不再是一個空心的容器，等着別人往裡面填東西。你變成了一口井，有源源不斷的活水從內心湧出。這時候，你對別人的善意才是真正的善意，因為它不帶任何期待，不求任何回報，它就是從你內心自然流淌出來的溫暖。塞涅卡說過，真正的慷慨是不期待任何回報的给予。
當你的給予不再附帶條件時，你的心就自由了。而更奇妙的是，當你真正愛上自己，不再向外索求时，世界反而会对你溫柔起來。不是因為世界變了，而是因為你變了。你不再用期待的眼光看別人，你看到的就不再是失望。你不再用匱乏的心態對待關係，你吸引來的就不再是消耗。你不再把自己放得很低，別人也就不會把你看得很輕。你會發現，那些真正在意你的人一直都在。他們可能不善言辭，可能不會表達，可能不像你想象的那樣回應你，但他們用自己的方式默默地愛着你。而那些不在意你的人，不管你怎麼付出，怎麼期待，他們都不會改变。與其在他們身上浪費時間，不如把這些時間和精力用來愛那些值得爱的人，包括你自己。我想起泰戈尔的一句詩：如果你因為錯過太陽而哭泣，那麼你也會錯過群星。當你放下那些不屬於你的期待，你才能看見那些真正屬於你的美好。我想跟你分享一個故事。有一位禪師住在山上的一座小廟裡。有一天，一個年輕人氣沖沖地跑來找他，說：師父，我對一個人特別好，掏心掏肺地幫他，可他不僅不感激，反而處處針對我。我真的很生氣，很委屈，我該怎麼辦？禪師沒有直接回答，而是帶着年輕人來到廟前的一口井邊。井水清澈見底，倒映着天空和雲朵。禪師說：你往井裡扔一塊石頭。年輕人照做了，石頭落入水中，濺起一圈圈漣漪，倒影變得模糊破碎。過了一會兒，水面恢復平靜，倒影又清晰了。禪師又說：你再往井裡扔一把沙子。年輕人又照做了，沙子纷纷扬扬地落下，水面再次變得渾濁。但很快，沙子沉入井底，水又变清了。禪師問：你看到了什麼？年輕人想了想，說：不管扔什麼進去，井水最終都會恢復平靜。禪師點點頭，說：對。但你有沒有注意到，石頭和沙子都沉到井底了，井水本身没有改变。井水的清澈，不是因為它拒絕了石頭和沙子，而是因為它不把這些東西留在心上。年輕人恍然大悟。這個故事告訴我們一個道理：別人如何對待你，那是別人的事，就像扔進井裡的石頭和沙子。但你如何看待這件事，你的心是否平靜，那是你自己的事，就像井水的清澈。你不能阻止別人扔石头，但你可以選擇不讓這些石頭留在心上。你不能改变別人的態度，但你可以改变自己的心態。這就是所謂的不困於情，不惑於人。不困於情，不是說你要變得冷漠無情，而是說你不要被情緒困住，不要讓一时的得失和別人的態度成為你人生的桎梏。不惑於人，不是說你要不信任任何人，而是說你不要被別人的評價迷惑，不要把自己的價值建立在別人的看法之上。道德經裡說：上善若水，水善利萬物而不爭。水滋養萬物，但不要求回報。水遇到阻礙，不是硬碰硬，而是繞道而行。做人也應該如此。你可以對別人好，但不要求對方必須同樣對你。你可以付出善意，但不要執着於是否被看見。你的善良應該像水一樣自然流淌，潤物無聲。而當你真正做到這一點時，你會發現你的內心變得像那口井一樣清澈、平靜、深不可測。外界的紛紛擾擾，就像落入井中的石頭和沙子，它們可以短暫地激起漣漪，但永遠無法改變你的本質。有人說，這樣活着會不會太累？要一直克制自己，一直修煉自己，一直告訴自己不要期待，不要在意，這不是另一種痛苦嗎？我理解這種擔心，但我想說的是，真正的修行不是壓抑，而是釋放。你不是在克制自己不去期待，而是真正理解了，期待本身就是一種多余的負擔。就像你背着一個沉重的包袱走了很久，當你終於放下它時，你不會覺得失去了什麼，你只會覺得輕鬆。別人可以不回應你，可以不珍惜你，可以辜負你，但別人無法剝奪的，
是你選擇如何看待這一切的自由，是你決定如何對待自己的權利。你可以選擇糾結於別人的冷漠，也可以選擇專注於自己的成長。你可以選擇在別人的評價裡臣服，也可以選擇在自己的世界裡扎根。這是你的自由，也是你的力量。而這種力量不是一夜之間就能擁有的，它需要時間，需要精力，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跌倒和爬起，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和釋懷。但我想告訴你的是，這個過程雖然漫長，卻是值得的。因為當你終於學會了愛自己，學會了不向外索求，學會了在自己的節奏裡安然生活時，你就真正的自由了。那時候，你看這個世界的眼光會變得不一樣。你不再糾結於那些微不足道的得失，不再計較別人的一句話一個表情，不再因為別人的態度而懷疑自己。你知道自己是誰，知道自己要去哪裡，知道什麼對你來說是重要的。你的內心有了一個穩固的支點，這個世界再怎麼晃動，你都不會輕易倒下。我記得有一年冬天，我一個人去了趟北方的小城。那是個飄雪的傍晚，我走在空蕩蕩的街道上，看着路燈下紛紛揚揚的雪花，突然有種說不出的平靜。不是那種熱鬧過後的平靜，而是一種更深層的，來自內心的安寧。那一刻，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：人這一生兜兜轉轉，最終要學會的，其實就是如何跟自己相處。你可能會遇到很多人，經歷很多事，有些讓你開心，有些讓你難過，有些讓你成長，有些讓你受傷。但所有這些都只是過客，都只是風景。真正陪你走到最後的是你自己。所以，學會愛自己不是一種自私，而是一種智慧。它是在告訴你，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，你要成為自己最堅實的依靠。美國詩人瑪雅·安吉羅說過一句話：你不能控制別人如何看待你，但你可以控制你如何看待自己。這句話簡單，卻藏着人生最重要的真理。別人的眼光，別人的評價，別人的態度，這些都像天上的雲，來來去去，飄忽不定。你如果把自己的價值建立在這些雲上，你就永遠站不穩。但如果你把自己的價值建立在內心，建立在你对自己的認知和肯定上，那就像把房子建在堅固的岩石上，任憑風吹雨打，它都不會倒塌。我知道，說起來容易，做起來難。當你在深夜裡一個人面對那些失望和委屈時，當你看到朋友圈裡別人曬出的精彩生活時，當你再一次被人冷落、被人忽視時，你很難不懷疑，很難不動搖。你會問自己，我這樣做到底對不對？我是不是太孤僻了？我是不是應該更努力地去討好別人，去融入他們？這些念頭會像藤蔓一樣纏繞着你，讓你喘不過氣來。但請你記住，每一次這樣的時刻都是一個選擇的關口。你可以選擇繼續向外尋找答案，繼續把幸福的遙控器交給別人，繼續在別人的態度裡翻來覆去地折磨自己。你也可以選擇停下來，深呼吸，然後問自己一個更根本的問題：我到底想要什麼樣的人生？這個問題很大，但答案其實很簡單。你想要的無非是內心的平靜，是做自己的自由，是不必看任何人臉色的底氣，是無論發生什麼都不會崩塌的穩定感。而這一切都不需要向外索求，它們本来就在你的內心深處，等着你去发現，去喚醒。叔本華有一個觀點我特別認同，他說，人類幸福的兩大敵人是痛苦和無聊。當我們忙着向外索取關注和認可時，我們其實是在逃避內心的空虛和無聊。我們害怕獨處，害怕面對真實的自己，所以我們不停地社交，不停地刷手機，不停地尋找外界的刺激來填滿內心的空洞。但這種填補是短暫的，也是虛幻的，就像往漏洞的桶裡倒水，倒得再多也留不住。真正能填滿內心的只有你自己。當你開始培養自己的愛好，當你開始閱讀那些能觸動心靈的文字，當你開始認真對待每一餐飯，每一次睡眠，當你開始學着跟自己對話，跟自己和解時，
你會發現，原來一個人的生活也可以這麼充實，這麼有趣，這麼有意義。你不需要那麼多人的認可，你只需要自己的認可。你不需要那麼热鬧的生活，你只需要一個屬於自己的安靜角落。你不需要證明自己有多優秀，你只需要知道自己在一點一點的成長。法國作家阿蘭·德·波頓在《身份的焦慮》裡寫道，我們對自己的評價往往取決於我們認為別人對我們的評價，這是現代人焦慮的根源。我們太在意別人怎麼看我們，以至於忘記了問自己，我怎麼看我自己？如果你能真正做到不再把別人的目光當成鏡子，而是用自己的內心作為衡量標準，你就已經贏了一大半。剩下的那一小半就是堅持。堅持在每一個想要討好別人的時候，問問自己，這樣做我開心嗎？堅持在每一個感到失望的時候，提醒自己，他的反應是他的課題，我的品格是我的選擇。堅持在每一個孤獨的夜晚，告訴自己，獨處不是孤獨，而是跟自己在一起。堅持在每一個想要放棄的時候，回想一下，我為什麼要開始這段向內生長的旅程？因為你值得更好的生活，因為你值得擁有內心的平靜和自由，因為你不應該把自己的人生活成別人劇本裡的配角。羅曼·羅蘭說過，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，那就是在認清生活的真相之後，依然熱愛生活。生活的真相是什麼？真相是，不是所有的付出都會有回報，不是所有的真心都會被珍惜，不是所有的善良都會被溫柔以待。這個世界有時候很殘酷，但即便如此，你依然可以選擇善良，選擇真誠，選擇溫柔。不是因為你期待什麼回報，而是因為這就是你想成為的人。這才是真正的勇氣，也是真正的自由。你不再被別人的態度左右，不再被外界的評價束縛，你只是按照自己的價值觀和原則在生活。這種生活方式一開始可能會讓你覺得有點孤獨，因為你會發現很多人不理解你，甚至會覺得你很奇怪。但慢慢的，你會遇到那些真正懂你的人，他們可能不多，但他們会看見你的真實，欣賞你的獨特，尊重你的選擇。和這樣的人在一起，你不需要偽裝，不需要討好，不需要小心翼翼，你可以做真實的自己，而這種感覺比任何表面的熱鬧都要珍貴。更重要的是，你會遇見那個最好的自己，那個不再患得患失的自己，那個內心充盈的自己，那個可以獨立面對任何風雨的自己。尼采在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說》裡寫過一段話，你必須準備好多次在自己的灰燼中燃燒，才能獲得新生。向內生長的过程，就是一個不斷燃燒舊我，獲得新生的過程。你要燒掉那個討好型的自己，那個總是委屈自己，成全別人的自己，那個把幸福寄托在別人身上的自己。這個過程會很痛，就像鳳凰涅槃。但只有經歷過這樣的痛，你才能真正脫胎換骨。我想起一句話，是在某個深夜獨自翻書時看到的，那是弗吉尼亞·伍爾夫寫的，你無法找到平靜，只能找到你自己。當時看到這句話，我愣了很久。我們一直以為平靜是外界給的，如果生活順利一點，如果身邊的人对我們好一點，如果一切都按照我們期待的方向发展，我们就能平靜。可是伍尔夫告訴我們，不是的，平靜不在外面，平靜在裡面。當你找到了自己，當你真正明白自己是誰，想要什麼，為什麼而活，你就找到了平靜。而這個尋找的過程，就是向內生長的過程。你要穿過那些別人給你貼的標籤，穿過那些社會加在你身上的期待，穿過那些你自己都未必相信的偽裝，去找到最核心的那個自己。那個自己也許很小，也許很脆弱，也許和你想象的不一樣，但那就是真實的你。當你找到它，接納它，愛護它，你就找到了平靜。這個平靜不是沒有波瀾的死水，而是無論外界如何波濤洶湧，你的內心始終有一個安靜的角落。你可以在那裡休息，
可以在那裡療傷，可以在那裡重新獲得力量。這個角落是任何人都奪不走的，是你一生最寶貴的財富。我常常想，如果可以對年輕時的自己說一句話，我會說什麼？我想我會說，別那麼着急向外尋找答案，答案一直都在你心裡。我們花了太多時間向外尋找認可，尋找肯定，尋找那個能讓我們完整的人，可是到最後才發現，能讓我們完整的只有我們自己。沒有任何一個人可以填滿你內心的空洞，沒有任何一份關係可以給你持久的安全感，沒有任何一種外界的成功可以讓你真正滿足。這些東西只能從內心生長出來。台灣作家蔣勳在《生活實講》裡說過一段話：我們常常在尋找一個對的人，可是從來沒有想過，也許我們要先成為一個對的人。我想把這句話稍微改一下：我們常常在尋找別人的認可，可是從來沒有想過，也許我們要先學會認可自己。當你成為了一個完整的、自洽的、不需要外界認可就能活得很好的人，你會發現，那些真正適合你的人和事會自然而然地來到你身邊，不是因為你刻意追求，而是因為你散發出的那種能量吸引了他們。你不再需要討好，不再需要迎合，不再需要委曲求全，你只需要做你自己。合適的人自然會留下，不合適的人自然會離開。而無論誰來誰走，你都能保持內心的平靜，因為你知道有人走也会有人來，但最重要的是你一直都在，你才是你人生中唯一不会離開的人。所以好好愛這個人吧，好好照顧他，好好理解他，好好陪伴他，給他時間慢慢成長，給他空間自由呼吸，給他勇氣面對世界。告訴他你值得所有的美好，告訴他你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就可以活出自己想要的樣子，告訴他這一生最重要的不是得到別人的認可，而是找到内心的平靜。而這個平靜就在向內生長的路上。也許這條路很長，也許會很孤獨，也許會有很多次想要放棄，但請你相信，每一步都算數，每一次努力都有意義。總有一天你會走到那個地方，那個你內心充盈，無需向外所求的地方，那個你可以坦然面對一切，不再患得患失的地方，那個你真正自由，真正做自己的地方。而當你到達那裡時，你會發現，原來全世界的溫柔都在等着你。當你慢慢把注意力放回自己身上，你會發现，你的價值從不需要別人證明，你的善良也從不需要被回應來支撐。終有一天，你會在自己的節奏裡找到那份不慌不忙的平靜，而全世界的溫柔也會悄悄向你奔赴而來。